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Start Learning Chinese with Annie。今天我真的觉得是在一年中最热的一天，天气很闷，所以比较难呼吸很难。天气又热又闷，那这样的天气让我有一点让我觉得很懒，我什么都不想做。如果你也在这样的天气，在这样的地方，那我希望你可以找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和我一样拿一杯茶，一杯咖啡，或者拿一杯冰啤酒，那静静地听我说一说，在北京或者在中国租房子，你需要知道什么？我们今天会学习很多跟租房子、跟房子有关系的词，很有意思的信息。我希望你可以学到很多新的东西。那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第一步，如果你想租房子，那你先要选一选什么样的房子。那常常我们会在网站，我们有租房子的软件 APP， 你可以去这个租房的中介公司，你可以买房子，你可以租房子。那这样的中介公司或者网站，它会问你很多的要求，比如你想租多大的房子，这个房子的面积是多少？比如你想租一个很大的，比如100平方米的房子，或者小一点点，只有你一个人住，你想租一个50平方米的房子。你也可以租一居的房子，一个卧室的还是2个卧室的，一居还是2居的房子，或者3居的房子。那或者你的租房子的价格是多少？你想租一个便宜点的，或者你想租一个非常好的房子，那你告诉他，我想租一个1万，可能5000块的房子，或者是从5000到8000，或者1万块的房子，你可以选择。或者你会根据你的位置，比如你想住在中心，或者你想住在远一点的地方，这个网站或者中介公司会根据你的价格、位置、房子的面积，或者这个房子是什么样子的房型，帮你选择房子。这个如果你在网站上你看到了这样的房子，它会有这个房子的电话，你可以跟这个中介公司联系，常常是中介公司，因为你很难找到房东，房东是这个房子是我的，如果我想租出去这个房子，我是房东。常常在北京很难找到这个房东，常常是一个中介公司，他们会先找到这个房子，他们会跟房东谈一谈，
房东会让这个中介公司帮他们租这个房子。你常常会找到这个中介公司，他会根据你的要求给你推荐很多的房子，差不多一直帮你找到比较满意的房子。所以在北京租房子比较快，因为有很多的房子。如果你给的价格比较好呢，我觉得差不多在1天、2天或者3天，非常快，你可以找到房子。那第2步，在网站上或者是中介公司，他们给你推荐了几套房子，你要去看一看。中介公司他们会拍这个房子的视频，他们会给你看看这个房子，你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的视频。但是我的建议是，你最好你自己去看一看这个房子。你可以看看这个房子附近有什么，它的位置怎么样，方便不方便，在这个房子的附近有没有地铁站，交通方便不方便，有没有很多的超市、饭馆、医院等等，在这个房子附近交通环境怎么样，你最好去看一看。你要去看看这个房子里边怎么样，这个房子里边有什么家具，和家用电器，有什么样的电器，这个电器好不好，是新的还是旧的，这个家具你喜欢不喜欢。常常在北京，你租一个房子，这个房子里边一般有家电，有电器，有很多的这个基本的常用的电器都会有，比如有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做饭的炉灶和抽油烟机这些电器差不多所有的房子都会有。但是有的房子是新的，质量非常好，可能有的房子差一点儿。电器差不多所有的房子里都会有，在房子里边也有很多基本的家具，比如像床、沙发、柜子、桌子、椅子等等，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所以最好你去这个房子里边看一看，还有这个房子干净不干净，你的房子的外边是怎么样的，这个房子的小区，它附近安全不安全，或者这个小区的位置怎么样，最好你自己去看一看。这个是在北京租房子的第2步。在北京租房子的第3步是你看了几套房子，有的人可能很幸运，你很快找到了房子，你给的价格不是非常的低，常常是比较容易，所以一般2天、3天或者1个星期，我觉得你可以找到房子。那找到房子，找到你喜欢的房子，然后应该怎么办呢？常常会有这个中介公司或者是房东
你可以跟他们见面，然后你们会谈一谈，你们会签合同。签合同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在中国，我觉得在北京是差不多，一般的情况是1年签1次合同，常常第1年是这样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你在这儿住很长时间，或者你跟房东或者中介公司的关系很好，可能第2年你可以签2年的合同，但是常常在中国是每年会签合同，因为常常每年的房租会有一点点的变化，常常每年这个房租会更贵一点点，差不多5%左右。所以这个房东或者中介他们说，哦，我想签1年的合同。那签合同的时候，你会付给他们1个月的房租，这1个月的房租是押金。你把这个押金给房东，你需要付3个月的租金。你租房子的钱是每3个月你付给他1次。所以比如今年你从1月1号租房子，所以1月1号你签合同，你需要付4个月的租金，1个月的押金和3个月的房租，一共是4个月的租金。那1月1号、4月1号、7月1号，就是10月1号，就是1年4次，你付给房东每3个月的房租，是3个月的房租和1个月的押金。这个押金是你离开的时候，你搬走的时候，如果这个房子没有问题，房东会退给你这个押金。但是如果这个房东说，哦，这个空调有问题，这个冰箱坏了，或者是沙发没有了，那他说，哦，你要给我一些钱，他会退给你少一点点的押金，但是常常是没有问题的。那签合同的时候，在这个合同里边，他们会写几月几号，每一次你付钱是什么时候，那房租是多少，押金是多少，还有如果这个房子里的东西丢了，应该是谁的责任，应该怎么办，谁来修，或者是如果你想退这个房子，如果你想搬走，那应该怎么办？所以常常在合同里边会写的非常的清楚。所以第3步，你找到了房子，你需要签合同，这是租房子的第3步。租房子的第4步就是你要准备，搬入准备。搬到这个房子以前，你要跟房东或者中介谈一谈，这个房子里边的东西有什么问题。比如你想换一个灯，你觉得这个灯不好，或者你有一个东西坏了，你需要房东修理这个东西，或者你需要加一个新的沙发，或者你需要换一个新的桌子，你最好在
签合同以前跟房东谈好，你们确认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常常在你搬东西你搬到这个房子以前，这个房子是非常干净的，然后你可以直接搬进来。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注意的问题，我很多年以前我租房子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我被骗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那我很快的需要找到一个房子。我搬到这个房子以后，是我跟别的人一起租一个房子。这个人他住在另外的一个房间，我住在这个房间。那我直接从另外的这个人租了房子，但是这个人他不是房东，他从房东租了这个房子，我从他租的这个房子，我们两个人都是租客。那我不知道他不是房东，所以我付给他钱。那我付给他3个月的钱，他没有把这个钱给房东，所以房东告诉我们，你们要下个星期搬家。所以他拿了我的钱，但是我需要搬家，所以我被骗了。那如果你在签合同的时候，你需要看一看这个中介有没有问题，这个房东是不是真的房东，希望你不要被骗。那我希望今天的这个视频可以让你更多的了解在北京或者是在中国怎么样租房子。如果你真的需要有一天在中国找房子，可以对你有帮助。那在这个视频的后边，我也会给你很多有用的词、有用的词汇，你可以看一看跟房子有关系的词汇，跟找房子有关系的词汇。我希望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非常有帮助，让你更了解怎么在中国找房子，可以帮你练习你的听力。我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那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请你点赞并且订阅这个频道，因为每个星期我会有新的视频。我是安妮，我们下期再见。